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大决战：大西洋的动乱》。开场有3个角色可以选择，分别是盖尔、凯文，还有女主奇尔。那我选择的就是女主。招式方面，平 A， 抓人技能，跳摔，另外还有2个必杀技。这招是跳起来按下按攻击，可以踩人；必杀技一个是突进攻击，还有一招是旋风腿。旋风腿的出招方式是下前上，然后按攻击键。另外，游戏按住攻击键按后还能够进行防御，但这个防御我实在是想不起来用。游戏最大的特色就是打倒的 BOSS 可以加入，在下一关可以作为可选的人物。这里有3条路线，我就选最上面这条了，因为最上面这条的路线是要打一个 BOSS， 叫做梅维拉，一个用鞭子的女 BOSS， 打倒了之后就可以用。那这次给大家录制呢，全程除了第1关我就使用梅维拉了。游戏的长度还是挺长的，通关一次要40多分钟。这杯啤酒没有捡到。前方不远就是第1关的 BOSS 战了。整个游戏的流程就是在这艘战舰上进行的。游戏的剧情是199年。大家听这个年份，当年玩街机游戏就感觉199年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啊，很多的事件都在这一年发生。有一位邪恶的科学家蒂博士在大西洋上制造了一艘战舰，想要控制世界吧。这样主人公一行就去阻止他。听这个剧情啊，俗套的不行啊。好，这里就是 BOSS 战了，可以多段的踩，踩的他起不来啊。起来了，不管是 BOSS 还是咱们血量少之后，都会进入一个炸气的状态。使用的方式就是血量少之后，然后咱们不断的按攻击键起身，大概是20%左右的血量吧。这样第1关过了，这个 BOSS 加入。这个 BOSS 是最终 BOSS 蒂博士的座下3天王之一。但这款游戏的关卡数不只是3关，众所周知吧，3天王呢有4个，4天王有5个。这里第2关，咱们前些关应该能够把 BOSS 所有的3天王收到，都打倒。这种胖子撞一下好疼啊！梅维拉的招式比较少，他最实用的招式是类似于摆拳，就是向前抽2鞭子，然后回头再抽2鞭子，可以无限的把敌人粘住。而且他这个鞭子的攻击范围比快打旋风的凯和科迪要长很多。缺点就是动作慢，出鞭子收鞭子都需要时间。这样使用梅维拉的话，是一个非常讲究走位的角色。这款游戏的小兵的 AI 就是绕后，有机会他就会绕后。血量没有加满。梅维拉还有一个技能，就是抓住敌人之后后下前拳，那招有机会再给大家演示吧，有的时候我想不起来啊。上期如果没演示，咱们就下期演示。梅维拉手里有鞭子，所以说他捡这些攻击道具就都变成分了。
这种抽完2鞭子再回头再抽2鞭子，其实有一个高级的技巧，就是抽1鞭子，然后马上回头，马上再抽。这样的话，它的攻击频率很高，但是容错率就变低了。使用的时候经常会出错。高手的话建议抽1鞭子就回头，然后马上再抽1鞭子。像咱们呢，普通玩家抽2鞭子就可以了。这款游戏出品于1992年，年代还算早，但是同期也诞生了很多非常经典的轻版动作游戏，比如说《三国志2》等等。所以说这款游戏从打击感再到游戏素质上，都算不上特别出色。但是呢，它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的。总之就是有特色呀。前方不远，第2关的 BOSS。BOSS 就是这个法老，最终 BOSS 的3天王梅维拉、法老，还有一位加鲁达。加鲁达看起来是一个印第安的酋长。先打小的木乃伊，这种红色的血量很长啊。这些小兵啊，他从一侧出来，肯定要走到你的另一侧，然后再打你。梅维拉对付2到3个敌人还是比较轻松的。这里 BOSS 战，打 BOSS 还是要讲究一定的技巧。这个货就是等他用头旋转着攻击你的时候，然后你再打他。最好呢是抽他的腿啊，跳跃攻击也可以，但是落地之后你们2个体位啊、位置啊比较危险，非常容易挨打。这个货手长脚长，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就感觉很熟悉，因为特别像一款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里边的角色。那款游戏叫做《爆裂人》，之前也给大家录制过。这个 BOSS 还算好打，其实拼血的话就能拼个差不多。一个 AB 带走，过关之后是加满血的。第3关，打第3关之前，咱们先要打一个奖励关。奖励关就是打这3个木箱子了。箱子里边会爆出苹果，捡到也是加分的。咱们实际已经奖了1条命了。奖励关也不止这一个，后面还有。所以说游戏的元素还是比较多的。该有的都有，包括轻版动作游戏最基本的系统必杀技，再加上奖励关。但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如恐龙快打那样的游戏出色。所以说卡普空制作轻版动作游戏的功底真的是太强了。第3关，敌方也是可以防御的。我每次看见敌方防御了，我才能想起我也是有防御动作的。尽量让敌人在自己的一侧，左右夹击就不妙了，非常难处理。一般情况我是顶不住了。
这关有一种非常难处理的敌人，是武士，拿着武士刀，他们近身情况下出刀非常快，所以说尽量不要想着去抓他们。BOSS 倒是好打，可以在地面直接倒地攻击，无限追打。地面有一个回血道具，我先清小兵。刚才说的就是这种敌人，移动速度非常快，近身出刀也快，这就给了我一下啊。如果你被砍了之后不快速的释放 AB 的话，身边有2到3个武士，可以连续的砍你大半格血左右。游戏的血量也不是很抗打。这里慢一点带屏幕，带的太急的话，同屏出现的敌人非常多。觉得一侧的敌人上来了，就把另外一侧的打倒。刚刚好像跑过去一只狗子，果然是砍了我一刀 ，AB 还是放慢了，光顾着看狗了呀。没有多少血了，所以说使用了一个倒地的追加。这里有点危险，官方也知道这里的难度比较高，所以说给了2个回血道具，这个实在是带不过去了。前方就是 BOSS 战，但这个 BOSS 啊，上来就往哪儿摸呢？到了房顶再打架，这个 BOSS 也好打。比较难的是打酋长那儿，哎，又抓我呀！先要把他打倒地。好的，咱们可以踩了。我一度怀疑啊，这个货是故意不起来的，因为刚刚他的脚在这一侧，他马上就起来了。但是现在头在这侧，他就不起来，都爆气了都不起来啊！我对这种行为表示谴责呀。好的，第4关，第4关有难度了。这个 BOSS 不是很好打。太能防了，比较遗憾的是，咱们除了打梅维拉之外，很少见到对面有女性角色。哇，这里啊，我起身想要平 A， 结果呢不小心抓住敌人了。这种小个子的拿着铁爪的敌人，在一般的轻版动作游戏里都是敏捷型的角色，在本作呢，他们起身特别快。箱子里应该有回血的道具。哦，地上那是 RPG 嘛，但是我用不了啊。手里有鞭子，捡什么都是分数，500分就没了。防御之后给了我一刀，这个敌人很难对付，还是离他越远越好。
能够防御，清起来就没有效率。掉下来的匕首分倒不少，一个1000分。本来血条就长，还能防御，抽都要抽半天。回血道具留一留吧，这个道具回的血量还是比较多的。打这个游戏使用梅维拉就是要稳。其实有比他好用的角色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我的摇杆啊不支持选用那样的角色。大半格也加满了。前方不远就是 BOSS 战了。打这个 BOSS 最好把它堵在角落，不停的用鞭子抽它。我刚刚没想拆这2个石头啊，想把他们几个挡在身后，结果好像他们自己拆掉了。2个回血道具，这就只能加分了。BOSS 战他特别能防啊，抓了我一下，我解了一个抓，堵在角落抽他。机会好的话，抽2鞭子，他能吃1下。这一波不错呀，打了他半格了。这样拼的话，他是拼不过咱们的，因为咱们一个机会可以带走他很多的血量。哦，他炸气了，防得真严啊！好的，带走。打完第4关之后，后面有一个小的奖励关，像是打地鼠一样，一共有6个桶，里边会钻出小丑。现在知道了，这也不是桶啊，好像是卷纸。地上有一个道具，这个道具有点坑了，我捡起来就是一个加分，而且耽误时间。倒计时一共大概是30个小丑，都打了的话就是完美过关。17个了，最后6个应该是一起出现的，非常的快。3个一起来，我对付起来都吃力，你别说6个。快没时间了，好的，0秒抽到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